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笑哈哈，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互相帮忙，开开心心甜甜蜜蜜的时光，欢迎来到这一家。我最爱的弟弟妹妹有时吵闹有时帮忙都 OK， 爱你是上来有你生日快乐就大声比赛，我们一起永永远远。你妈咪生得真美丽，头戴着金丝，身穿花花衣。哦，媳妇，你在家啊？对啊，爸你怎么也在啊？我在啊，我在啊。不好意思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今天看起来好像跟平常不太一样。转过来，转过来，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。你是不是剪头发呀？爸，你真的很敏锐耶！哎，对不对？我不是剪头发啦，我是这发夹很美吧？哦，是你儿子昨天送给我的礼物。哦，那整个人啊都变得好漂亮了呢。我今天起床的时候啊，就想说，不然来试戴看看好了。一戴还好，一戴不得了。哎呀！我看着镜子，整个觉得今天真是美好。今天镜子里的我长得真是太漂亮了。我现在觉得我好像韩剧的女主角哦。媳妇啊，还是你今天呢不要做家事了，赶快去参加选美比赛，你会得冠军的。选美比赛？我不敢，我不敢，我不好意思直接拿冠军了。哎呦，好了，别说笑了嘛。你会不会饿啊？不然我来准备一点小点心。小朋友们应该也快回来了。哦，好啊，那麻烦你了。小心。我回来啦，姐姐回来啦。爷爷。姐姐，你在看电视吗？对啊。可是姐姐，你怎么走起路来有点驼背的感觉？走路不是应该要抬头挺胸才有精神吗？爷爷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我是我们班最高的学生哎，连男生都比我还矮。我这样驼着走路，他们就不会发现我有这么高了。啊？长得高不好吗？长得高代表你营养好、发育好，很多人都想跟你一样高，但是都没有办法呀。一点都不好。我每次跟我的同学站在一起，我觉得自己好像巨人一样，好丑哦。对啊，爷爷，为什么姐姐这么高，我这么矮？你什么时候出现在我们后面的？刚刚我就回来了。爷爷，为什么姐姐这么高，我这么矮啦？为什么我这么高？所以妹妹羡慕姐姐的身高，姐姐羡慕妹妹的身高。长得高不好，长得矮。我回来了。哦，弟弟回来了。哎，弟弟，你怎么看起来不太开心？该不会有人欺负你吧？没有人欺负我啦，爷爷。那爷爷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哦。你问啊？为什么我的头这么大？头大？哦，爷爷不觉得弟弟的头大呀。可是我们班上同学的头都没有这么大，我是最大的耶。我觉得我长得好奇怪哦。你的头是你们班最大的，最大，超大。可是弟弟，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他是这样说的：大头大头，下雨不愁。爷爷，那现在大晴天怎么办？你有大头啊！我不要大头了，爷爷，我不要了。大头不会那么好啊！回来了。哎呦，你们今天都比我早回来啊！爷爷，嗨，哥哥。哎呀，我看你的表情，我大概知道了，你该不会也对自己不满意吧？爷爷，你真的是我心爱的爷爷哦！我有烦恼你都看得出来哦。对，我觉得自己很不满意，尤其是这个脸不满意。怎么会呢？你的脸跟爷爷一样很帅气啊！爷爷，我也觉得我也很帅哎，可是你们没有发现我脸上不一样了吗？哪边啊？这边啊！哇，大痘痘，好丑哦！哥哥，你的痘痘真的好大哦。好险不是长在我脸上。哎，哥哥，我可以摸一下你的痘痘吗？不行啊，很脏会痛。
那我可以看仔细一点吗？不要那么恶心，你要那个香爆出来哦，细好像不是在我们身上。哎，你们笑什么？有一天你们脸上也会有痘痘，好不好？不会，会很丑，都很丑。长痘痘也代表不是坏事啊。好了好了，怎么一回来就闹哄哄的啦？媳妇，你来了正好啊！今天小朋友们都对自己的外表不满意。不满意？怎么会呢？有这么漂亮的妈妈，当然会有漂亮的孩子们呢。哪里不满意呢？妈妈，我为什么长那么高？妈妈，为什么我这么矮？啊，高也不行，矮也不行哦。妈妈，为什么我头这么大？大很好啊，你出生就长这么大啊。对，妈妈说的对，你们出生就长这样子啦。可是妈妈，我出生原本不是长这样哎。对，你小时候的时候刚出来还蛮小只的，都不喜欢喝奶，瘦巴巴的。现在长成这样，还有妈妈不是那个小时候跟现在的不一样啊，是我的脸啊，你没有觉得奇怪吗？你的脸，再看仔细一点，这里哦，好大的痘痘哦！啊，不能挤，不能挤，会留疤，会留疤。对，哎呦，长痘痘了，是不是青春期到了？我狗哥青春期嘞！妈妈你都笑我。哎呦，不是笑你啦，其实妈妈知道你们现在啊会很注意自己的外表长怎么样，我以前也是哦。像是爷爷我啊，以前念书的时候，我在班上的个子啊是最小的，我多希望啊可以跟哥哥一样，可以再长高一点，怕都没有人会注意到我。不过还好啊，你奶奶注意到我喽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以前呢，妈妈小时候为了想要当漂亮的洋娃娃，因为人家都说那样子才是美丽、漂亮、可爱的小女生，对不对？我就为了想要白啊，我就不晒太阳，所以我都不出门哦。然后啊，我还为了想要瘦，我就不吃饭哦。对啊，结果后来啊，我就变得又瘦又白，可是看起来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，超不健康的。有一天啊，我的爸爸就是你们的外公，看到我就说：“哦，你现在瘦瘦白白的，可是看起来好像一根白面条哦，这样真的有好看吗？”外公好有创意哦，但我觉得也很像金针菇。金针菇好吃，会形容哎。真的，我后来就自己想一想，就说对呀，你看我为了不晒太阳，我都不出门，结果我就不能去公园玩啦，真不开心。然后为了想要瘦，不吃东西，结果美味的饼干就摆在我眼前，结果我却不能吃，啊，一点都不快乐。为什么我要把自己过得这么不快乐呢？所以我后来呢，就决定我要去追求快乐的事情，譬如说跳舞。跳舞这件事情让妈妈很快乐哦。我开始跳舞之后啊，我就觉得有运动，而且有开心，可以听音乐跳舞，我的气色变得很好，自然就变得美丽动人又有自信，而且啊，肌肉也变得很匀称，很健康哦。我就觉得啊，其实快乐对我来说比漂亮还要重要多了。妈妈说的对，其实啊，充实自己的内在比较重要。毕竟外表呢是爸爸妈妈生给你们的，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改变，对不对啊？如果啊每个人都想要有大大的眼睛、白白的皮肤、很高的身高，那这样全世界的人不都长一样，没有自己的特色了吗？对，大家如果都长得一样，就分辨不出来了。那也分辨不出来，我跟哥哥谁比较帅，对不对？哪会那么容易？当然是哥哥帅啊！我啦，我是哥哥，我比较帅啊！哎呀，而且你们知道吗？对妈妈、爸爸来说啊，你们的身体有没有健康，生活有没有过得很开心，这些事情啊，对我们来说，比你们的外表长得怎么样还要重要多了。没错，所以哥哥，像你的青春痘啊，也代表着你长大了嘛，现在是青春期，所以呢，你能做的就是呢，把自己的卫生习惯做好。除了勤洗手之外呢，脸也要洗干净，还有油炸的食物要少吃，这样子也相信你很快就可以恢复你帅气的外表了。
只要控制饮食，然后养成清洁的习惯，这痘痘就会比较少。没错，哦，那太好了，我还以为我满脸都是这个大痘痘，很担心呢。不用担心啦。我是觉得啦，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学习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啊。有时候你觉得不太完美、不好的地方，但是放在你身上其实是很合理的呢。譬如说姐姐，你说你不想要长那么高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好多人都很羡慕你有这双大长腿，好像模特儿一样哎。真的吗？它是很棒的。像妹妹，你现在年纪还小，还在发育，只要注意营养均衡，说不定你也可以长得跟姐姐一样高啊。但是如果真的没有长很高的话，那就跟妈妈一样啊，我们一起当娇小型的小鸟依人的小鸟。好，当然好，像妈妈一样。那妈妈，我嘞？啊，弟弟，你想想，头壳里面装什么？头壳里面装脑袋。所以你头壳大，代表你脑袋也会很发达。哦，聪明哎，聪明的人呢？我是最聪明的。那我将来要当发明家，要当博士。哦，你说的哦，要加油了。自己学识渊博，没问题。那这样大家对于自己满意了吗？满意。其实我一直都很满意自己呀。你看，我长得高，又长得帅，而且还会打篮球，班上人缘又好。要不是最近长了这个大痘痘，不然真的没什么烦恼。哥哥，你太臭屁喽！有吗？哎呦，第一个闻到了。好啦，其实呢，自信也是哥哥的优点之一哦。没错，哥哥不愧是哥哥啊，果然都有遗传到爷爷优良的基因。爷爷，比如说什么？比如说呀，自信啊。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笑哈哈，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互相帮忙，开开心心甜甜蜜蜜的时光，欢迎来到这一家。嘿，大家！嘿，我跟你们说哦，我礼拜六的时候去找我阿嬷，我的阿嬷呢带我去了庙口，然后你知道我们看到什么吗？You guess what？ 哇！我看到了户外的电影院，哇，超酷的！而且我第一次坐在那个板凳上啊，就这样看电影，哇 ，amazing！ 哇，很特别吧 ？Amazing， 有布袋戏。耶 Amazing， 该不会还有歌仔戏吧 ！Right， 聪明。哎 ，Wait， 为什么你们都知道啊？你们有去吗？哎，晶晶，嗯这个很稀松平常啊，有什么好稀奇的？去庙口都可以看得到啊。从小看到大，我还以为什么大事。对啊，很普通啊。很稀松平常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呢。晶晶，既然呢你那么喜欢布袋戏跟歌子戏，听说呢今天老师啊要教传统戏曲。这种统一怎么都知道啊？哎呀，我看课表啊。哇，所以我们今天会唱戏跟演戏咯。哇，好期待哦！赶快回来，赶快回来，期待！小马乖，小马乖，小马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老师，你还好吗？我很好，各位同学上课喽。老师好，老师好。我们今天要上的课比较特别一点，我们要来学传统戏曲当中的烫马。烫马？老师，马被烫到了。不是啊，一定是马生病了。生病了。哦，那马生病，所以呢？小红，因为马生病了，所以它温度有点热热的，不舒服。啊，好严重哦！那要赶快带他去看医生。对，不是啦，大家，老师说的烫马不是那个很烫的烫。不过老师我知道，那是不是传统戏曲里面骑马的表演方式？没错，小福说的对哦。各位同学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把整匹马搬到舞台上，你们觉得这是有可能的吗？有啊，有可能啊 ，circus 就有。舞台大一点的舞台应该有。对啊，应该有机会吧？对，可是传统戏曲的舞台是比较小的，没有像马戏团那么大，所以它不能把整匹马搬到舞台上，因此啊，它就会用马鞭来代替马，作为骑马的象征。
当戏曲演员啊，想要在舞台上骑马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挥动马鞭挥舞上场，搭配一些舞蹈动作，还有身段技巧，把它组合起来，就变成戏曲当中的烫马啦。那老师，你可以赶快表演给我们看一下吗？想看。既然各位同学想看的话，那老师就表演一小段。可是老师只会一点点，表演的可能不够专业哦。但是应该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烫马的感觉啦。这是戏曲当中的锣鼓点就是当做帮戏曲演员打节拍的意思啦。看起来好有趣哦，感觉很好玩。好，所以我们这一堂课就是想要请各位同学跟着老师一起玩一玩、练一练，我们一起来体验看看戏曲演员是怎么在舞台上骑马的。接下来老师就教大家一些骑马的基本动作，我们要学上马、骑马，还有下马，仔细看哦。好，往后打马，往前勒马，抬起你的左脚。好，接下来右手画一下，打你的右脚，跨上去。好，准备往下蹲马步，1、2、3，蹲。好，我们就坐在马上喽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骑马了，把你的马鞭挥一挥。好，往前跑一圈，我们想象一下，我们跑在大草原上的感觉。好，跑，走圆场。好，假装我们已经到达目的地了，停。接下来我们就要下马喽，我们把马鞭放下来，右脚跨一步，左脚跨一步，再来把马鞭放下来。好，我们就下马了。可是这时候马会跑掉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把它绑在树旁边，我们就把手抬起来，往内画2圈，假装我们在绑它的缰绳，用力拉。这个时候马就被我们固定在树旁边了。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一整套上马、骑马还有下马的动作啦。好有趣哦，想体验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分成男生组跟女生组好了，刚好3只马鞭。老师，那这个绳子是要怎么拿呢？对啊。这个是用来固定在手上，以防它掉下去的。所以我们用你右手的无名指穿过去这个绳子，然后再用手往下反抓，抓住握把。好，准备把你们的马鞭拿起来，我们要开始骑马喽。往后打马，往前勒马，抬起你的脚，好，画一下。好，把你的右脚画上去。好，准备往下蹲，挥一挥你的马鞭，好，往前走，马长到目的地了。好，我们要下马，来把马鞭放下来，右脚跨一下，左脚跨一下。好，放到地板上，再来把马绑在树旁边，抬起手，画一画，绑紧，表现得很棒哦！换我们。好，那接下来换女生。好，开始往后打马，好，勒马，抬脚，好，右手画，打你的右脚跨上去，好，蹲，Go！
好，右脚跨，左脚跨。好，马鞭放地上，再来把马绑在树旁边，抬手。好，绕一绕，绑紧。好啦，我们也给女生组拍拍手。老师，我刚刚看你还有男生们做的，其实都很帅气、很厉害。可是轮到我做，怎么感觉怪怪的？难怪大人都有说一句“台上10年”，不对，台上1分钟，台下10年功。你连这句话都不会说，所以各位同学记住。考试读书一定要多多用功，才不会脑袋空空。这一切都不是空穴来风。各位同学，因为现在呢，传统戏曲的演出已经越来越少了，所以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，就多听、多看、多认识。希望这个传统艺术文化可以在你们这一代继续的。永远的传承下去，好吗？好，老师，我们可以再骑一次吗？对，好啊。那我这次要骑小红的匹很高大的马。你骑，我要骑白马。老师的黄标牌也接你们。好，小心，准备，举起来。笑哈哈，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互相帮忙，开开心心甜甜蜜蜜的时光，欢迎来到这一家。我最爱的哥哥姐姐，我最爱的弟弟妹妹，有时吵吵，有时帮忙都 OK。爱也像亲相爱，兄弟姐妹快乐长大，兄弟姐妹我们一起永永远远。